老范手把手教你开全球银行卡，一个视频带你开通英国 FST Global Bank 一方环球银行。本内容仅作为教程攻略分享，并非投资建议。一方环球银行是易丰集团旗下的子公司，而易丰集团的话是在新加坡上市的公司，同时在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中国和英国开展业务。截止到2025年9月30号的资产管理规模是300亿，同时也是英国唯一一家面向全球居民开放了开户权限的互联网数字银行。好，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易丰环球银行的合规性。首先我们在英国公司注册处是可以搜索查询到 FST Global Bank 这家公司的，也就是易丰环球银行的业务主体。非常详细可以看到过去的变更历史等信息。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自己验证一下。其次，我们在英国金融监管局 FCA 来搜索 FST， 可以看到易丰环球银行是拥有金融监管局的合规牌照的，以及每个周期银行公布的财报、其他业务信息的披露。最后，我们在英国的央行，也就是英格兰银行审慎监管局 PRA 也可以查到 FST 的监管信息。我们进来网站之后，在 UK Banks 来看它的银行清单，是在里边搜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到易丰环球银行的主体，也就是 FS 的 Global Bank。再次，关于经营安全问题，我们在英国的存款保险，也就是金融服务补偿计划 FSCS 的官网，我们在首页顶部的导航检查您的资金保障，然后搜索银行及储蓄保障检查器，然后把钱存在了哪里，在这儿输入 FS 的 Global Bank， 然后输入金额。英国的存款保险是85000英镑，那我们在这儿输入85000英镑。然后账户的话，大多数人都是个人账户，那我们就不用操作，然后点右边的立体查看，就可以看到85000元是有存款保障的。只要你没有超过这个金额，那存款保障的安全性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超出了之后，建议大家就是多开几个银行账户，分别存储。好了，我们了解完成了英国易丰环球银行的合规性以及资金安全性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易丰环球银行的官网，来了解一下它有什么功能。首先是存款，包括活期定期这些基本上大家都非常了解。然后转账的话功能比较丰富，然后后边我们详细来了解什么外币兑换还有这个借记卡全球多币种账户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是免费开户，无账户管理费。全球各个国家的公民只要是在网上就可以开户，没有年费，没有月费，没有开户费用，也没有最低存款要求。那保险的话也都是有的，而且我们刚才都了解过了，对吧？而且他们家的利息是非常不错的，比如说英镑美元多币种，每一个币种都有存款利息，期定期都有。目前是提供9种货币，包含了英镑、美元、欧元、港币、新加坡币、人民币、日元、瑞士法郎和阿联酋迪拉姆，同时都支持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通知存款3种储蓄类型。跨境汇款支持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然后支持30多种货币的汇款。如果你是以不同的货币进行汇款的话，是没有手续费的。今年的话，英国易丰环球银行还上线了借记卡功能。这个借记卡的话也是多币种的，但是目前的话是只支持居住在英国本土的用户才可以申请，地区的需要耐心等待。而且目前易丰环球银行还支持汇款到各个国家的电子钱包，也是支持汇到支付宝和微信的，但是目前是暂停了，后期有可能也会恢复。易丰环球银行之所以被称为小汇丰，它有个特点就是只要是易丰集团旗下的账户，比如说英国的银行、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之间的券商，这4个地区是可以进行零手续费，基本上几分钟就可以到账，基本上可以做到全球的资金转移，和汇丰的全球免费转账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没有汇丰的覆盖范围广，但是易丰环球银行毕竟是零门槛的英国互联网数字银行，这方面还是非常有它的独特优势的。或者是它的货币转换功能、外币兑换都是没有手续费的，而且汇率还算中规中矩吧，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了解完成了易丰环球银行的功能，再来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正式环节，也就是 FS 的易丰环球银行的完整开户流程。开户之前，大家可以点击评论区或者视频介绍页面来进入到老范的专属邀请链接进行开户。开户之后，你存款达标还有额外的小福利。目前的活动是开户成功存入500英镑，可以额外有15英镑的奖励，并且通过下方的链接开户的话，如果开户遇到问题被拒绝了，或者是审核时间太长，都可以联系老范助理帮你跟易丰环球银行的人沟通进行催审。所以我们点击下方的开户链接之后，直接点这个同意继续。如果你看到英文界面的话，可以点左上角或者右上角的菜单更换成简体中文。当然如果你的英语比较好，那就无所谓了。然后我们点同意并继续，再来选择用户类型为个人申请人，点开始。如果你之前没有开过易丰的新加坡券商和香港的券商账户的话，在这儿我们选择不，我是易丰的新用户。接下来选择我不是受雇于易丰集团或者易丰的业务伙伴。接着我们创建自己的登录用户名以及输入邮件地址，然后设置密码，点下一步。这里的邮件地址需要验证一下，建议大家用 Gmail 或者 Outlook 这些邮箱，不要使用 QQ 邮箱之类的。邮箱验证完成之后会显示绿色，然后再设置用户名密码，然后点下一步。接下来的跳转也是继续点下一步。接下来检查是否符合资格，我们这边选择居住在中国，然后目前位于哪里。你如果还在中国大陆，那就选择中国。
如果在海外地区，那就选择所属的国家和地区就可以了，然后点下一步。接下来就是关于美国的海外账户纳税法案，这个地方你全部选没有就可以了。比如说美国的公民啊、税收居民啊，或者出生地、美国地址、美国电话号码，这些全都选没有。接下来选择税务居民身份，然后这个地方选市，然后税务居住地选择你的税务居民地区。如果是中国大陆的话，那就是输入身份证号，就是我们的税务识别号，我点保存继续。接下来输入手机号，然后个人信息这里按照护照的英文名字和姓来填写，然后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签发国家，然后证件类型。大多数人的话，我们建议是用护照，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自己的国籍和公民身份。接着继续填写居住地址，注意一下，这个地址一定是你能提供地址证明的地方，就是说信用卡账单、水电气账单、通信账单上面的地址是和这个地方填写的是一样的。我们的通讯地址和住址相同，可以勾选一下。完成之后点继续。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了财务资料的环节，然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就业状况以及担任这个职位的时间，还有选择自己的职位，然后从事的行业、公司名称。再继续选择收入来源，还有每个月来源的金额，以每个月的总收入，还有我们自己的净资产组成方式，然后每个资金来源的大概金额、总的净资产，以及是否持有加密货币等虚拟货币，然后点保存并继续。接下来选择开户原因，还有预计的第一笔存款是存多少钱进来，及每个月预计存多少钱到易丰环球账户，还有预计的资金来自地区、国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就行了。还有预计每个月从账户转出多少钱，然后会转往哪里，然后会发生多少笔，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选一个中间值就行了，然后保存并继续。接下来选择个人资料用于营销，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然后点保存并继续。接下来我们审查申请，也就是核对一下我们所有的填写的信息，如果哪里有问题，退回修改一下。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可以点右上角的下载 PDF， 保存一份我们的申请文件，避免遇到视频验证的时候回答的我们填写的内容不一样。不核对完成之后，点右下角的同意并继续。接下来我们按照它的提示，每一项全部打开一下，阅读完成之后，点右下角的同意并继续。接着就是资政策和服务条款，然后一样的点同意并继续。最后就是英文免责声明，然后继续。接着我们就可以看到开始验证的环节了，然后点下一步。来我们选择证件的签发国家地区，如果是护照的话就选中国，然后选择文件类型是护照，然后点下一步。完成之后，我们来上传最近3个月的地址证明，比如说银行账单、水电燃气账单、机构的账单信件。地址证明上传完成之后，点继续。然后接下来就是视频验证，视频验证可以选择中文或者选择你熟悉的语言，然后点继续就开始验证。视频验证过程中，我们回答的问题一定要和自己填写的资料上是一样的。验证完成之后，我们就等待审核就可以了。如果需要催审，那就联系老范的助理，帮你联系易丰环球银行的人进行催审。通过之后，我们的邮箱会收到信息通知，然后我们的申请流程图就进行到了最后一步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应用商店 App Store 里边搜索 iFast PP 安装下载，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不需要点注册了，点登录就可以。登录之后可以看一下它的各项功能，最后点中间的我的账户，可以看到账号资料。我们复制一下账号资料，比如说银行地址、银行名称，还有账户名称、银行账号、SWIFT 的代码都复制到你需要转账的银行。比如说通过国内的其他银行进行跨境汇款转账，就需要填写这些资料，或者通过我们的香港银行账户进行跨境汇款转账。由于目前东环球银行是没有最低存款要求和首次的激活资金要求的，所以你任意转多少钱进来都是可以的，是首笔首次转账一定必须要本人的同名银行账户转进来，不要通过第三方账号，比如说券商呀或者公司对公账户转账呀，这些都不要使用，首次一定要用自己的本人账号转进来，才算真正完成的开户流程。我们通过其他的银行账户转到易丰环球银行之后，就可以进行选择适合自己的存款类型，开始正常使用了。同时我们还能用易丰环球银行的月结单作为我们的中文类型的地址证明之一。相信看到这里，你已经跟着老范的教程全部完成的从了解合规型到开户到入金激活的完整流程了。关注老范，带你了解更多海外银行卡、港美股、跨境资产配置。